星月、维尔輝、如家的一个情況下，還跟喧囂在 NS、DS、SUAR 看到中國代表隊的話，這邊去攜帶一手西島反射，加上是將盲女保護在了目。對於求生者來講的話，這樣的一個陣容跟天賦打法，並沒有那麼好的能夠去牽制。看一下前期的一個追擊，第一波的節奏是直接趕到了。哇！囚徒臉上也是快速的進行了命中，開局15秒，第一發普通攻擊就直接命中，而且還在空地上釋放了強電流。那這邊補上一個窺視者，找到位置，暴露了位置，再補上一個圍龍，沒錯，也是快速的拿到了第一波的擊倒。對呀、啊，開局27秒直接完成了第一波擊倒。是的，其實感覺上來講的話，他這一手的強電流釋放的一個時機還是有點早了。而且也沒有去選擇開局的一個拉點嘛，可能沒有想到跛腳羊會，不去找盲女，而是直接過來進行對囚徒的一個追擊。對，好在討好大師他是可以去把這個狂歡之旅的討害進度稍微卡一下的。對的，而且他可以利用自己的一個逃脫術，把你的狂歡之旅的一個位置去改的讓他好救一些。不過這裡的話，他也是沒有選擇去利用這個逃脫術嘛，因為感覺可能這個椅子的位置也是。方面他能夠進行一個第二波的牽制的。對，這邊的話討害進度會比較極限。是的，哇，非常精準的一個判斷，通過自己的圍龍也是打了一波拉隊員的狀態啊。對，那這邊是想讓半狀態的拉隊員進行這波救援，但是可能不太好救啊，需要隊友進行一波配合才可以。沒錯，拉隊員也是趕緊的去拉開身距啊。並且不停的去吸引交者的注意力，再來一個迷失之龍完成擊倒。沒錯，交出了圍龍，但是這邊求生者沒有人能夠去把囚徒給救下來，對，迅速的去完成了第一波的減員，而且續上了第二手的節奏。是的，現在前期的一個節奏對於經營者來講也是非常的舒服啊。這邊盲女也是破譯完了自己的第一台密碼機之後，轉到去破譯 S 版的密碼機。沒錯，那也是留下了足跡能夠去看到。而且兩個人的位置其實是有所重疊一起的，所以說一個人就可以卡住兩個。那這樣的話又是精準的命中了盲女。陶大師也是交出自己的迷煙爐，但是兩個位置還是很理想，對，太明顯了。同樣的再度拿到了一下盲女的命中，而且再攔截一下陶大師，打出被動，沒錯，拿到了一個狀態。陶大師好像也沒有辦法進行一個有效的救援了。對，這樣子的話，可能拉拉隊員也要被淘汰了。再通過自己的一個精準的躍龍後撤，將陶大師給擊倒，再上移。那可以發現盲女的話，她的一個位置也是沒有辦法進行救援的。對，目前場上還剩4台密碼機，還差1台密碼機才可以收出來地窖。對的，這一局的話沒有地窖的一個存在，其實對於接應者來講的話，也是大概率能夠進行一個4抓嘛。因為你想要去在博洋的手下邊破譯密碼機，然後去找到一個走地窖的機會也是非常的困難的。對，這邊耳鳴消失呢，大致能鎖定到盲女的大致方位了。是的，地上也是看到了留下的痕跡。這邊在下一個圍龍精準的貼到了盲女的臉上，普通攻擊完成擊倒。哇，這一局的話也是能看出來監管者他的一個操作非常行雲流水，乾脆利落。對。他通過說看外側密碼機的一個抖動，知道你沒有人救援之後，直接乘勝追擊去追你外側的求生者。其實這一局感覺求生者的話，他們的陣容跟思路是沒有錯的，但是前期的一個情況下，還是應該去牽氣球的一個情況下，他是沒有辦法。是的，這裡的話，你去考慮去攜帶一手閃現或者尋食者的一個思路吧，因為對聆聽來講，你對這個追擊的壓力可能會大一些。這裡的話也是先選擇來找一下木偶師。對，魚獵趕路，前方的話是可以鎖定到木偶師的一個位置的。是的，木偶師的話，它其實它整體的一個牽制壓力會比較小，因為它的一個路易既可以去擋掉你的一個普通攻擊，又可以通過自己的屍具去消除水汽的一個傷害。第二波魚獵包住交貨區。但是可以看到，這個水汽其實給到的壓力並不是很多。對，因為木偶師的話，他的一個防範也是很到位。那這一波的話是收到了，看一下路易的一個運用吧。走到前方的話，或許有一個板區博弈的機會。沒錯，一個普通攻擊沒有命中。這個板區博弈的話，求生者會去佔了上風，我也是交出了自己的路易。
再往前走，轉點到前方的一個雙11區域。是的。這裡的話，可能哎呦，通過自身的一個卡位蓋到了一板。是的，因為你在魚獵狀態下的話，我也並不是很怕你。對，你是不能通過自己的普通攻擊的嘛。嗯，剛才的那個位置可能還是要考慮先結束自己的魚獵狀態吧。再往前走的話，還可以轉回這片的板區啊。沒錯，看一下。再進入一個魚獵的加速，但是，他其實感覺選擇繞路去追擊會更好一些，因為如果說這裡再去踩板的話，那求生者的一個身位也就拉開了。是的，那這樣子隨着木偶師轉到墓園區域的話，而且墓園的密碼機也是破譯完成了，是不會干擾到外側密碼機的破譯的。其實尤其像他這種沒有去攜帶張狂的一個對局的話，他前期的壓力會非常大的。如果不能快速的開出自己的一個一階技能，感覺的話就是沒有太多的一個去手椅或者說追擊的一個手段。對，這樣子的話，把木偶師趕走到前方的板區，進到前方板區有一個普通攻擊的機會。其實現在很多的一個魚女，她會去考慮直接去攜帶張狂了，因為她的金波的話還是非常重要的。對，不管是追擊啊还是趕路手椅都是很關鍵的一个。像這個版本魚女她還是沒有迎來那波調整的嘛。對對對。看一下，其實這個密碼機的話也是修的非常多了，因為求生者前牽制時間實在太久了，而且還有一些丟失了目標。哎，是的，這邊的話好像是沒有找到盧叔家的木偶師的一個方位嘛。因為對於他來講的話，這邊也要去考慮控一下密碼機了嘛。但求生者的一個狀態實在是太健康了，沒有辦法去有效的進行一個控場。是的，這邊再來追擊一下魯亞輝的星源。是。這種局勢下，對於雲妮來講的話，他可能只能說考慮，看能不能抓一波地下室附近的擊倒了。但是也可以看到外側的密碼機已經通電了，已經去點亮了，並且地窖的方向就在甲門位置。這裡的話還是對於幸運兒繼續進行一個追擊啊，但是他的道具也太多了吧。又有橄欖球，又有護腕，而且手上還有一個飛輪效應。哎，是的，再加上的話，你沒有去攜帶一個閃現，所以說追擊壓力也是很大。直接交出護腕，護腕規避掉了這一波的一個普通攻擊，還有一半的橄欖球。沒錯，手上還有一個飛輪效應，隊友已經3跑成功出門了。看一下他能不能去成功走地窖，臉上離地窖也是很近，而且這個身軀的話，飛輪躲掉水汽，直接地窖逃生，直接跳地窖完成了一個4。木偶師他的一個同一類型的，能夠去控到門的位置。沒錯，的話前期怎麼樣去拿到節奏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。看一下進入遊戲畫面，這邊是找到了陳明明選手的桃花大師。是的，這裡也是先補上第一個寄生，看能不能利用原生信徒跟寄生信徒的一個包夾去進行。這邊有一個本體搶創的機會。對的，但是他的原生信徒也是選擇調走了，對於中場的密碼機有一些干擾吧。對，想去壓迫一下魯亞輝選手的破譯。但是你會發現，陶大師這裡已經自己去撿到了驅除信徒的一個女巫標記。對，女巫標記。那這裡他是可以去選擇緩慢的進行一個信徒的驅除的。這邊有一個板區博弈的機會。但是因為陶大師他身上有被動嘛，所以說他是可以大膽翻的。這邊也是沒有攜帶一手風窗嘛，所以說牽制空間也是很大的。是的，其實感覺還是需要2個信徒的一個夾擊，不然的話，對於求生者來講的話，他牽制你的一個單信徒還是壓力太小了。對，而且前期的話是已經漏過自己的輔助特質是一個聆聽了嘛，所以說這邊桃花大師的牽制手也不用刻意去防範你的閃現了。是的，再讓他被動的一個存在是完全不需要去防範的，就算你有一個閃現去打到的話，也是去破除被動嘛。找一下盧富家選手的法羅女士，沒錯。所以的話，再給法羅女士去補上一個信徒，那他的一個思路還是偏控場了，想要先去管控密碼機。不
不過夢之女巫的話，還是需要手上有人才能夠进行下一步的一個動作。对，但是他的追擊可能更加依賴於自身的一個輔助特質一點。如果真的攜帶聆聽的話，可能像這樣子不太好進行一手追擊。是的，我覺得聆聽的話，也可能也是幫助他去能夠快速的尋找到求生者的位置吧。但是整體的一個收益肯定是不如追擊技能帶的來的更加的實在嘛。對的。這邊的話是有一波雙信徒包夾的機會的，是，但還是選擇了一個單信徒的一個追擊，對，是比較難去騙到求生者的身位的，而且在這種交互區域的話，也會去斷掉自己的一個追獵，就沒有辦法有效的追擊到求生者了。是的，這邊也是在鎖定法羅女士的一個具體方位。但是場上的一個密碼機在不知不覺間也是來到了一個非常高的進度。其實場上最後的2台密碼機也是馬上就要破譯好了。是的，就看一下盧舒家選手這邊要不要考慮撿一個女巫標記。沒錯，去為開門戰進行一個伏筆準備，也可以選擇讓隊友進行一個幫忙驅除嘛。對，因為對於接王者來講的話，他現在的一個節奏是非常差的。這邊求生者方他壓力不大，因為正在被追擊的法羅女士，她是攜帶了回光返照的嘛。而且在這個距離的話，如果說本體再不趕過來，是有可能會信徒進行一個超脫的。而且前面就是地窖，對你這個距離的話，可能會有點不夠。交出自己的象棋手杖，感覺這手底牌可能要去考慮切一下了呀。是的，逆擊也是續出來了。沒錯，通過一個假走位騙到求生者的一個普通攻擊，然後卡在了地窖的邊緣，完成了一個極限。可以看到整體求生者的一個厲害的。不過我覺得醫生壓力畢竟是一個B4局。小，你的機械玩偶在破譯密碼機的時候，很可能會被鏡像所干擾。就機械玩偶的話，它是真的很害怕你遠程的一個鏡像干擾。看一下。红分的水鏡第一波的目標是直接給到了律師，哇，非常精準的命中。是的，而且在前期也是還有機會能再次拿到一個普通攻擊。對，就是他一个鏡像拿到了2波普通攻擊。對。直接完成了擊倒，那這對於紅夫人來講的話，它是一個比較天胡的節奏啊。是的，而且這邊也是鎖定到了你想來救援的醫生的位置。對，因為紅夫人這個角色，它的一個弊端其實就在於它水晶的一個冷卻時間會稍微長一點嘛。哦呦，直接遠程，又是一個精準的命中了機械師。對，而且這邊的話，像機械師他那裡再釋放了一個機械玩偶，但是還是被紅夫人再度的去清掉了。精準命中。哇！而且甚至說這裡直接去解鎖2階技能，甚至也是命中了醫生。沒錯，哇！摧枯拉朽了。是的，是的。他這個，而且好像還能再追一發普通攻擊。哇！天哪！天哪！這孫樂選手的紅夫人，他這個寸草不生啊！熟練度實在是太高了，太高了。可以看到他每一發水鏡都是有2次甚至3次普通攻擊命中的機會啊。沒錯，他這個鏡影的釋放實在是太過於精準了，嫻熟了。這樣子的話，求生者的一個節奏也是徹底的被打亂掉，外面的一個破譯呢也是被干擾得很嚴重，而且臉上的救援壓力也很大。對，這邊交出了絕世仿生之後，也是被水鏡再次完成了擊倒。沒錯，那甚至還有時間再過來掛一下醫生，完成一個雙掛。那邊的話，隊友好像也是來不及去救援律師了。是的，外側密碼機的話是可以看到有在抖動的。他明確的知道你求生者的一個位置嘛，而且你現在只要去趕破密碼機，你就會遭到我遠程水晶的干擾。這邊再一個鏡影過來，哇，完成了擊倒，太準了。可以看到孫樂選手他對於這個時局的把控啊，真的是非常的精準。這真的給人一種彈無虛發的感覺吧，就把紅夫人這個角色，操作的是出神入化，對，游刃有餘的，對，再交出你的閃現完成了擊倒，空軍不給空軍釋放信號槍和飛輪效應的機會，對，而且這裡的話，即使是他的一個絕世逢生，可能還不一定能交出來。這邊也是考慮到，如果再拖下去，也不太有利於密碼機的破譯嘛。那這邊的話也是被迫的去交出自己的絕世逢生嘛，但是你的位置已經被鎖定了。
頭上還有半個機械玩偶，有一次扛下普通攻擊的機會。是的，但是紅粉也是有防盗，那先除掉结师，再用气球普通攻擊消灭到机械玩偶。可以說這一局的紅粉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他的一个4抓任務啊，行云流水，太厉害了。可以看到这局斯诺的选手他因为地图偏小，所以